所以看起来好像美国一直支持日本，但实际上是让日本永远都摆脱不了当狗的命运，让它呲牙就得呲牙，反正最后挨揍的是狗，又不是狗的主人。可川普现在想要的是贸易，是恢复经济，搞事独苗只会一条道走到黑，甚至去拜鬼都在所不惜，因为他道歉或者收回错误言论的一刻，就是彻底沦为弃子的那一刻。而如今他一条道走到黑呢，不仅打乱了全球货币流动的节奏，也打乱了川普现在急需要跟我们合作获得喘息的算盘，相当于是他被民主党的狗给指挥了。这也打乱了美联储降息的路径，日债的走高快速抽走了全球的流动性，对流动性最敏感的比特币是一跌再跌，把美国市场投资者的脑神经是刺激的不轻。川普之前好不容易在美联储里塞进去一个米兰，就是搞海湖庄园协议的那位又逼退了一个美联储理事，才铺垫出了如今的降息的局面，现在就有被他中断的风险。现在纳指是在靠联储的鸽派降息活着，而英伟达到底能不能赚到东大的钱，卖芯片过来还未可知。昨天美股一口气提了上来，万一要是再缺一口气很容易就掉下去，这跟川普要的结果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但是基于美国国内各方利益的考虑，川普除了阴阳一句有些盟友也不是朋友，并没有什么直接能够按住高市独苗的办法。但今天很值得注意的就是中美恢复了军方层面的在夏威夷的沟通，这无异于是对日本的敲打。玩砸了你就自己去受着吧，主人是可以跟东大直接对话的，你个狗子没了公民党，现在就跟不会说人话了一样被动。现在川普属于是一个处理不当，美元资产的价格都会容易再次出现闪崩，用来化债的虚拟币被打击了，不仅冲了川普的计划，还直接打击了川普的家族资产，真的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克兰28条诞生了。以色列好歹是他自己的狗子，被遛一下也就算了，好歹炒高了油价，还要来了沙特的纳贡，你民主党的狗子也敢来做我的主，现在高低要杀鸡儆狗，司机的鸡多家外媒11月20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按照激进的时间表，赶在年底之前结束俄乌冲突，试图强迫乌克兰接受美俄新拟定的28点和平计划，主要内容就包括要求乌克兰放弃乌东顿巴斯领土，并且乌克兰的军队规模要限制在60万人以内，乌宪法写入永不加入北约、驱除纳粹活动等内容，并邀请俄罗斯重返 G8。 可以说俄罗斯战前的全部诉求都被大统领满足了，领土一下子扩大了2300平方公里。乌克兰现在除了甘当马前卒搭进去巨大伤亡以外，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且这个所谓的激进的时间表是要求司机在7天之内签署这个28条。感恩节嘛，说谢谢这个梗，司机是到底过不去了美国媒体爆出大统领的目标是本月晚些时候在莫斯科提交和平协议，并于12月初走完全部流程。28条和平协议可以说是完全就没有考虑乌克兰的一切诉求，从加入北约到欧洲驻军以及它的领土完整，啥也没有。所以开篇我才说，这看着就像是美国把乌克兰给揍了3年能起草出来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这个计划还是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国务卿卢比奥在过去1个月内秘密推进的。欧洲对此只能无能狂怒表示反对，然并卵。其实与其说这是特朗普借俄乌冲突拉偏架，打击欧盟以及欧洲各国的左翼政党，不如说美国国内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在中美这条博弈主旋律压低了调门之后，已经外溢成为了全球地缘矛盾的主基调，敲打的就是欧洲这帮子民主党的魂气。从欧盟的外长卡拉斯到德法的外长都在无能的狂叫，冯德莱恩到德法英除了嚷嚷不能签，签了就是投降了这种强行挽尊的口号也别无他法。司机今天一脸悲愤地说，乌克兰要在失去尊严和失去重要的支持伙伴之间做一个选择。可是要知道大统领在国内卡不住民主党的咽喉，在欧洲还能给你们尊严？你们不是喜欢当民主党的马前卒冲锋陷阵吗？于是在跪着和挨打之间，让你们有一个新的选择，跪着挨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2025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第2次小组工作会议以及年度会晤，是不是就有一些新的感受了？夏威夷实际上既是日本的后方，也是曾经跟美军结过血仇的地方。会议目前给出的表态是，双方一致认为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有助于中美两军海空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安全地开展互动，有利于双方避免误解误判，管控风险危机。看上去是我们在折腾日本，实际上我们在折腾川普付出了极大代价换来的经济局面，折腾的是现在敏感的美国市场和美元霸权。看上去川普在收割乌克兰，实际上是在打击民主党的利益，让民主党的独苗们看清楚，在大国博弈中间想出头的狗，最后一定是掐头去尾、两头斩首的下场。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